这就是鬼差索命的全过程。女人还像往常一样在做家务，殊不知她的身后出现了2个鬼差。鬼差着急，想要尽快下班，于是等不及了，干脆亲自送她上路，二话不说，准备要将梯子搬走，想要让女人快点摔死。怎料巨大的求生欲让女人死死抓住梯子不放，可终究架不住鬼差的来回摇晃，最终掉进了一旁的水缸。丈夫听见动静，连忙前来搭救，可此时鬼差却死死将其按住。好在男人阳气旺盛，最终将女人救了出来。见女人还有一口气在，鬼差顿时着了急。要是他醒了，我们可就惨了！快冻死他！随即用手捂住了女人的口鼻。旁边的2人想要帮忙，可却根本看不到鬼差。就这样，可怜的女人最终被活活闷死了。妻子死后不停悲痛欲绝，日日守在贵贵的灵位前。这天，他对妻子诉说衷肠，表示姑妈已经在给他安排相亲了，毕竟他们家6代单传，还要指望他给家里传宗接代呢。怎料就在此时，桌子上的贡品突然砸响不停。当他再次抬头时，竟发现贵贵的画像突然瞪大了眼，吓得他差点尿了裤子。而此时点亮小红心，留下大吉大利，都能够赶走霉运的好运连连。然而等他再次睁开眼睛，却发现画像并无异常，不停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，于是便打算回房休息。然而当他准备熄灯睡觉时，却意外在镜子里看见个人影。等他定睛一看，竟发现贵贵此时正坐在他的身后。俗话说小别胜新婚，贵贵迫不及待与丈夫翻云覆雨了一番。5分钟后不停问他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，没想到此时贵贵却哭了起来。原来贵贵其实真的死了，只不过他死得太过冤枉。原来那天鬼差本打算要锁一个名叫王怀怀的人，但却错把贵贵听成了鬼鬼。贵贵，小心点啦！知道啦，年纪轻轻的这么啰嗦。王鬼鬼，王鬼鬼！于是乎，他们俩便错把贵贵勾了魂。然而由于贵贵阳寿未尽，地府不肯收他的魂，就这样他又变成了个孤魂野鬼。于是他便将气撒在了鬼差的身上。此时的鬼差也是后悔莫及，要怪就怪自己生前不好好读书，死后连鬼和怀都分不清楚，担心贵贵会到阎王那里告状，于是他们便允许贵贵和不停相见。就这样，贵贵每晚都会来找不停，2人也因此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。但毕竟人鬼殊途，始终这样也不是个办法，于是贵贵就逼迫鬼差给他找个替死鬼。恰巧这天他们来到青楼索命，贵贵就想要霸占那个青楼女子的肉身，心想着青楼女子必定长得俊俏，至于其他的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然而当他看到自己要重生的对象时，差点把他的魂给吓没了。